近日，澳大利亚一档电视节目受到热议，而节目的主题是关于新西兰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但里面大量争议性内容却引起轩然大波，遭到不少新西兰人的怒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根据报道，澳洲第9频道新闻网在日前放出了一期新闻节目，节目主要探讨新西兰与中国的政策对新澳两国的影响。然而，节目内容却极度引起新西兰人不适。在节目中，有澳大利亚记者在公开场合提问新西兰总理阿德恩，称是否有时候需要咬住自己的舌头才能避免得罪中国，而随后阿德恩给出否定的回答。然而节目却说，我们以为他们是最好的朋友，但看来他们为了赚中国的快钱已经抛弃我们了。节目公开后，新西兰媒体纷纷报道此事，而阿德恩亲自回应表示，很明显，他形容新西兰以及我们与澳洲关系的方式，我是完全不同意的。只因没有反华，澳记者竟当面挖苦新西兰总理，这样的做法让人感受到澳大利亚的傲慢无礼。而新西兰各大媒体也展开对澳大利亚媒体的反击。纽西兰全国性广播电台 ZB 新闻开讲主持人在节目中怒斥澳大利亚媒体关于中新关系的谬论简直荒谬。他表示，如今五银联盟向新西兰施加的压力要比来自中国的压力大得多。另有新西兰前锋报评论，之所以澳大利亚会攻击新西兰对华关系，主要是因为今年3月份，美国、澳大利亚与欧洲14国联合发表声明，针对中国在新疆与香港的人权问题，而在五银联盟中，唯独新西兰没有参加联合声明，因此被针对。其实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去分析，新西兰的做法才是聪明的。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新西兰偏安一隅，战略空间也被澳大利亚压缩，基本上没有寻求区域战略竞争的想法。对于新西兰来说，最实在的无疑是发展经济，而中国与新西兰经济来往密切，得罪中国对于自己而言纯属吃力不讨好。不仅如此，在中澳关系闹僵的时候，新西兰还趁机得到不少澳大利亚丢失的市场，而且澳大利亚的下场他们也看在眼里，所以为啥新西兰要跟着其他国家起哄呢？我们知道中国对任何国家都是以平等交往的原则来相处，但很显然澳大利亚并非如此。如今澳大利亚追随美国的脚步，充当反华先锋，并且把美国人霸道的一面都给学过来了。但问题是，澳大利亚究竟有何傲慢的资本？最近英国为追随美国在印太挑衅的步伐，派出了30多年以来最大的舰队，其对外宣称此次印太部署任务是向世界证明英国没有倒退，但是暗地里谁都知道，英国这是想借着向中国示威来扩大在印太的存在，进而分得一杯羹。但是英国海军的衰落是既定的事实，早在出发前，英国国内就有人质疑，英国舰队没法反导，能去东亚吗？可见这样的一支舰队战斗力十分虚弱。英国之所以这样都敢来印太，是因为有美国撑腰，但是随后发生的巧合却让英国傻了眼。在英国舰队前往印太炫耀的几乎同一时间里，美国部署在印太的唯一一艘航母也启程前往中东地区执行任务，预计时间为4个月。而这也意味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海军在印太地区再度陷入无航母可用的尴尬境地，而少了美国航母撑腰的英国又该在此时如何自处？某种意义上来说，英国这是被美国给利用惨了。似乎是为了表达强烈的不满，随后英国方面公开撕下了美国虚伪的面具。日前，美国再次借着新冠疫情溯源来攻击中国，就在众多小国纷纷支持美国这一举动时，英国却罕见站出来指责美国。英国政治和国际关系专家汤姆·福迪表示，在生物战方面，美国根本没有资格指责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为了佐证这一观点，英国专家表示，早在上个世纪，美国就开始了所谓的生物战。可以说，美国在这一方面的经验比其他国家多得多。那么一个本身就对生物战进行了大量研究的美国，如何来指责别人？就如同文章最后所说的那样，一直这样做的恰恰是美国。可以说，英国专家的这一番对美反击，不仅揭开了美国的真面目，还帮助中国洗刷了冤屈，减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可以说，这次英美大打出手背后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印太出现航母空窗期的这段时间内，中国的机会也来了。专家指出，中国可以利用这一机会进行各类武器的模拟打击训练，如弹道导弹、空舰导弹等。另外，还可以进行在更远海域的实弹演练。总之，这一空窗期对于中国而言是有利的。这段时间，美西方炮制所谓的强迫劳动、大规模拘留等谣言，妄图妖魔化中国。在他们站在道德高地肆意指责中国新疆人权问题后，法德加3国却在2天内接连爆雷。西方亲身给外界示范什么叫真正的种族灭绝。
在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亲口承认了法国对卢旺达大屠杀负有责任。法国、卢旺达、英国等媒体都以新篇章来评价这次访问。1994年，80万卢旺达人在大屠杀中遇难，这是非洲现代史上最血腥的一页。但是马克龙明确否认法国是共犯，而且也并没有道歉，这就像翻篇了。而在28号，德国政府也正式承认20世纪初在纳米比亚殖民时期犯下罪行构成种族屠杀，寻求谅解，并且承诺给该国援助11亿欧元用于开发重建，但是拒绝将这笔钱视作赔款。在1904年到1908年间，德属西南非洲殖民地发起反殖民抗议，遭到德军血腥镇压，约8万人被屠杀，甚至还进行虐待，比如把妇女和小孩赶到沙漠活活渴死饿死。有分析称，德国和法国突然接连道歉，一个不愿道歉，一个不愿称为赔款，还是那么高高在上，毫无诚意，而且肯定是居心不良。比如试图加强在非洲的影响力，并且试图洗白自己，从而继续站在道德高地指责中国人权问题，但是却翻车了。也有国际网友嘲讽，严重怀疑他们的动机。法国想从卢旺达得到什么？难道发现了石油？还有人认为，还在通过控制非洲其他国家的经济继续殖民。对于他们的举动，也有提到中国制裁中国的时候很积极，那欧盟和美国什么时候制裁法国和德国？除了法国和德国，于28号在加拿大坎卢普斯镇附近的印第安人寄宿学校旧址里发现了215具埋在该地的孩童遗骸。该校办学宗旨就是强行同化土著儿童，将他们从家中强行带走寄宿，并禁止他们讲母语或者进行文化活动。这些机构虐待、强迫劳动的现象十分猖獗。据估计，至少有3201名学生死于寄宿学校，不过真实数字可能永远无法得知。西方污蔑别人的事儿都是他们曾经干过的事儿，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中国新疆有种族灭绝行为是根本不可能的，反倒是西方种族灭绝都有实锤。这事儿中国必须开个头，扛起人权大旗，并以此为突破口。首先外交部开记者会，其次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人权机构国际法庭上指控种族灭绝，主动、彻底、深刻揭露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残暴和虚伪。最近一段时间，在美俄两国领导人即将举行会晤的背景下，双方为了争取更多的谈判筹码，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激烈交锋。美国率领西方国家对白俄罗斯下手，准备围绕着俄罗斯的软肋，对其进行疯狂的绞杀。而一向逢敌必亮剑的战斗民族并没有坐以待毙，同样选择了美国的盟友下手，开始进行猛烈的反击。据俄媒报道称，当地时间5月28日，俄边防部队发现有日本渔船正在鄂霍次克海进行非法捕捞行为，然后俄方要求日本渔船停止活动，但是对方并没理会，而且还有逃跑的意图。随后俄边防部队为了制止日本渔船的非法捕捞，于是奉命开火逼停了日本渔船，之后还把日本渔船带回了俄罗斯，并扣押了14名日本船员。对此，日本方面给出的说法是，俄军开火的地点并不属于俄罗斯的管辖范围，实际上那还是在日本海域，所以换句话来说，俄罗斯这是在日本家门口开火逼停了日本渔船，还扣押了船员，这显然是日本所不能接受的。而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前2天，也就是5月26日，俄罗斯船只就已经撞翻了一艘日本渔船，并造成了日方3名男性船员死亡和2人受伤。对此，有军事专家指出，普京在这个时候出手，是对日本发出强烈的威慑信号。我们都知道，日本和俄罗斯在北方四岛的问题上一直都争吵不断，而近段时间，日本仗着有美国撑腰，开始叫嚣要武力夺回北方四岛。对此，俄罗斯为了警告日本不要乱来，也在北方四岛举行了多次军演，而且俄军机、军舰也曾多次前往日本家门口秀肌肉，但是这些举动都没能很好的震慑住日本。所以普京这次动真格的在日本家门口开火扣押船员，而且还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对此，日本方面也只能无奈地表示正在努力地调查此事。但一些专家认为，俄罗斯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日本心里最清楚，那就是在警告他们不要在领土主权问题上与俄罗斯动武。不得不说，普京的这一招确实管用，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这个国家一向都是欺软怕硬，在面对实力强于自己的美国，日本首相都能向美方长鞠躬，这就说明他们只认可实力。所以俄罗斯的打法或许也给中国上了一课。目前日本也时常在台海问题和一些岛屿的主权问题上和中国纠缠，我国虽然也对其进行了严厉警告，但是日本还是屡教不改。所以我国或许能够借鉴一下俄罗斯的做法，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只有将他们一次性打到痛了，才能让日本长点记性。